进入11月，我们历经了关税降温与史上最长的43天政府关门，这对房市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？大家好，我是 David， 旧金山湾区的房地产经纪人。今天我们就拿10月份的房地产销售数据来跟大家聊聊接下来市场可能的走势。这个视频制作不易，开始前麻烦动动您的小手，按赞订阅支持一下。我们马上开始。10月初，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出现了重大转折。11月10日，川普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的整体税率从 57% 下调至 47%。这源自10月30日与习近平的会晤，换取缓解稀土出口的管制，以及限制芬太尼化学成分对美出口的承诺，使得湾区新建住宅费用10月涨幅约 0.8%， 低于预估的 2.5%。与此同时呢，10月份的就业数据因为联邦政府关门而延迟发布，加剧了人们对经济衰退的忧虑，消费者信心进一步的下滑。虽然标普500涨了约 3.8%， 但市场波动加剧，金价虽然在本月初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，但截至11月13日已回升至每盎司约4150美元。今年的涨幅呢已经超过了 51%。 房市方面，联准会在10月29日的会议中宣布降息1码，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 3.75% 到 4%。 In support of our goals and in light of the shift in the balance of risks, today 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decided to lower our policy interest rate by a quarter percentage point. 这个降幅低于市场预期的2码。由于市场早就预期更大的降幅而提前下调房贷利率，因此在联邦调降利息公告之后，30年的固定房贷利率不降反升，从6.25% 升至 6.375%， 目前维持在这个区间，这对买家依旧是造成很大的压力。根据 Mercury News 及 EDD Worm 的报告，由于许多企业开始使用 AI 取代传统劳工，自9月起开始，约有1万个高科技职位被裁撤，这使得消费者的信心进一步下滑，也使得买家转为观望。10月份东湾的房源约有2495套，比起去年同期的2199套增加约 13%， 相较前年的1399套呢，则是大幅增加 78%。 116万的中价位房价比去年同期的114万上涨约 2%， 较前年微升 0.5%。 1445套的成交量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0.2%， 比2023年增加了 40%。 10月份南湾的房源有802套，比起去年同期减少了 14%， 但比2023年多了 25%。 中价位房价从196万下降到 190.9 万，比去年同期少了 2.6%， 比2023年上涨约 13%。 10月南湾的成交量比去年减少 3%， 比2023年增加 39%。 从东湾与南湾的表现来看，我们不难看出裁员压力与政策的摇摆对房屋市场产生不小的影响。尽管 AI 效率化正在加速职位的转型，科技产业依旧是带动整个湾区房价的核心动力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各地区的详细数据。首先是880公路沿线的城市，这边的房源普遍增加，例如 Newark 的挂牌数量从20套增至41套，涨幅超过1倍。 Fremont 从47套增加到80套，涨幅也达到 70%。 房价方面，大多数城市小幅上涨，如 Albany 从128万升到 159.5 万，涨幅呢 25%。
但 Union City 从150万降到135.6万，下跌了 10%。成交量方面涨跌互现，其中 San Leandro 增加超过 51%， 但 Newark 下降 37%。接下来是 Central Contra Costa 地区，这边的房源普遍增加， Martina 是从45套增至59套，增加 31%， 但 Clayton 从20套下降至14套，减少 30%。 房价方面多数微调，如 Clayton 从107万升到120万，涨幅 12%， 但 Martina 是从83万下降到71万，下跌 14%。 整体成交量小幅拉升，如 Concord 成交从67套增至75套，增加 12%， 但 Walnut Creek 从41套下降到31套，下跌 24%。 下面是 La Miranda 地区的数据，这里的房源小幅上升， Orinda 从32套增加到47套，上升 47%， Lafayette 则是小跌 17%。 房价方面， Orinda 从 204.8 万下降到 157.4 万，下跌 23%。 成交量部分， Lafayette 增加 23%， Moraga 则是下降 50%。 然后我们看看山谷地区，这边的房源全面增加， Dublin 从24套增至42套，上升 75%。 Livermore 的房源也从57套增加到90套，增加 58%。 房价方面多为小幅回落， Alamo 从310万降到 218.5 万，下跌 30%， 但 Pleasanton 有 4% 的些微涨幅。成交量多数上涨， Dublin 增加 60%， 但 Livermore 与 Pleasanton 都下降 18%。 最后我们来看看南湾城市的表现。南湾的房源数量同比普遍下降， Cupertino 从16套增至27套，增幅 69%， 但 Los Altos Hills 从12套降到7套，下降 42%。 房价方面涨跌互现，如 Milpitas 从140万升到 177.2 万，涨幅 27%， 但 Los Altos Hills 从520万降到457万，下跌 12%。 成交量方面多数城市下降， Mountain View 从30套下降到22套，下跌 27%， 但 Palo Alto 增加 12%。 从上个月的数据显示，关税政策急转弯加上就业疲软，让原本就进入淡季的岁末房市更加的冷清。展望11月到年底，如果房贷利率能够降到 6% 以下，应该会激励一些买气的回升。但是如果裁员与就业压力持续的发酵，市场可能还会继续的冷却下去。大家觉得如何呢？你们觉得明年2026湾区房市有机会快速回温吗？还是会再冷一波呢？欢迎直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视频见。